你们可能都有听过，人体内有70%是由水组成的。其实不只是人类，大部分的生物体内水分也都占很高的比例。所有生物都必须要靠水来维持身体各项构造的机能。但你们知道，细胞所需要的水或是养分，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细胞内呢？你们可能都有经验，在泡茶的时候，把茶包放到杯子中加水后，会看到这杯水的颜色慢慢的从茶包的周围开始变深色，然后渐渐的蔓延到整杯水中。或是中秋节到了，大家会有烤肉活动。好香啊！为什么会有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现象呢？告诉你，这种现象就叫做扩散作用哦。什么是扩散作用呢？扩散作用就是一种物质分子运动的方式，会从高浓度的地方往低浓度的地方移动的现象。而细胞为了维持生命现象，需要从外界获得水分以及养分。在前面单元学过，细胞外围的细胞膜具有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功能。细胞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或是排出代谢后产生的废物，例如二氧化碳，就是靠扩散作用通过细胞膜的。这一样也是一种由高浓度往低浓度方向移动的现象哦。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有点太抽象了？现在就跟着狐狸猫的老师，借由实验的过程，观察一下水的扩散作用吧。这堂课，老师带了2株水蘊草来，想让学生们观察这些水蘊草叶子的细胞在清水中的样子，并比较在浓食盐水中细胞的变化情形。有没有人想上来示范怎么操作这实验的呢？这时候的台下完全没有人敢出声，原来是大家都忘记怎么操作显微镜了。不过就在这时候，狐狸猫缓缓举起了手。很棒，狐狸猫的勇气可嘉，就请你上来操作看看吧。到了讲台前的狐狸猫仔细观察了在桌子上有哪些东西。首先，狐狸猫看到了富士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以及分别在浓食盐水及清水中的水蘊草。狐狸猫很好奇，想先看在盐水中的水蘊草细胞。狐狸猫首先在载玻片中间滴一滴盐水，然后摘下一片在浓食盐水中的水蘊草叶子，放到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再来检查显微镜是否有插电，以及显微镜是否有光源。确认完以后，狐狸猫把刚刚做好的玻片标本放在显微镜载物台上，准备开始观察。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狐狸猫想象的顺利。这时候，它遇到了个问题。狐狸猫发现富士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水蘊草细胞太小了，看不清楚。请问它要如何处理呢？ A. 转动旋转盘换成低倍率物镜。 B. 转动旋转盘换成高倍率物镜。答案是 B。 是的，没错。这时候老师协助狐狸猫将低倍率的物镜换成高倍率的物镜，并且转动细调节轮来让影像变得清晰。于是狐狸猫便可以开始观察泡在浓盐水中的水蘊草细胞了。这时候狐狸猫发现，显微镜下看到细胞内的叶绿体都缩成一团，跟之前看的叶绿体分散在叶子细胞周围的样子有明显不同。聪明的狐狸猫很快就知道这个现象的原因。
这是因为水蘊草在浓食盐水中时，细胞内的水分子比细胞外的水分子浓度高，所以细胞内的水分子都往细胞外移动了，让细胞呈现缺水萎缩的情形。很好，狐狸猫操作得很正确。狐狸猫也发现了水蘊草细胞内的叶绿体都缩成一团，也就是水蘊草的细胞膜跟细胞壁分离。这种现象就跟前面所说的水分子的扩散方向是由高浓度往低浓度移动这个概念是一致的哦。接下来，请狐狸猫再看看清水中的水蘊草细胞。狐狸猫把泡在清水中的叶子一样放到玻片上观察。这时候要来考考大家了，你们觉得狐狸猫观察泡在清水中的水蘊草细胞会看到什么现象呢？ A. 毫无变化， B. 膨胀至破裂， C. 膨胀但细胞不会破裂。没错，这时候在狐狸猫的眼中看到的是水蘊草细胞因为水分子进入细胞内，细胞内的叶绿体分散在细胞周围，不过因为有细胞壁的保护，细胞会略微膨胀，但不至于破裂。现在我们再来想想看，如果是用动物细胞来进行这个实验呢？结果会是一样的吗？其实大部分的结果都会是类似的，唯一的差别在于动物的细胞外层没有细胞壁保护，所以将动物细胞像是血球细胞放在清水中，最后是会膨胀到破裂的哦。这堂课主要介绍扩散作用是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之一，有些较小分子的物质，例如水、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可以直接利用扩散作用通过细胞膜，而水、葡萄糖、氨基酸与矿物质等物质无法直接通过细胞膜，必须借由细胞膜上特殊蛋白质的协助，才能利用扩散作用进出细胞。而有些大分子物质，像淀粉、蛋白质是无法通过细胞膜的。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A. 植物细胞泡到清水中，会因为水不断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中而膨胀破裂。 B. 水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也可以借由细胞膜上特殊蛋白质的协助进出细胞。答案是 B。 在这堂课下课前，帮大家做个简单的总结。一、扩散作用是一种物质分子会从高浓度的地方往低浓度的地方移动的现象。二、细胞膜是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重要构造。三、养分或废物等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是利用扩散作用进行的。今天的午餐便当里有腌制白萝卜泡菜，这是狐狸猫最喜欢的菜色之一。老师告诉狐狸猫，腌制白萝卜泡菜也是利用水分子通透的原理制作的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制作泡菜和水分子通透细胞膜有关？欢迎你将答案留言在下方哦。我们下次再见啦！